嗨，我是君令，欢迎来到我的写字频道。你是不是也有关于写字方面的困扰呢？想要写好字，真的那么困难吗？有没有一些方法可以帮助我们能够写得更好呢？答案是当然有。今天就是要来告诉大家这个小秘密。频道成立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带给大家有关写字方面更多的帮助哦。如果你觉得影片的内容对你有帮助，或者你喜欢君令的教学方式，请你帮君令按个赞，这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和鼓励。当然，你也可以在下方透过超级感谢，给我们频道更多实质的回馈与支持哦。现在我们荧幕上面有两个后，第一个后呢是常见的标楷体书写方式的后，那左侧的这个后呢，是我们透过硬笔的方式去改造所写下来的硬笔字体的后。两个后在书写上有很大的不同，就让我们为大家一一说明哦。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标楷体的后，标楷体的后呢，它在书写上面呢，笔画比较呆板，方方正正的，比较没有书写的弹性跟弧度。那我们再看一下左侧的标楷体的后，你会发现，无论是在笔画的粗细，或者是在线条弧度方面，它都有跟标楷体截然不同的感觉。那我们接下来要透过以下的教学来告诉大家，我们怎么书写出一个好看的后字哦。那大家记得这些诀窍应用在自己的书写上，定会为你带来非常大的帮助哦。接着我们开始分析这个后字到底应用了哪些硬笔书写的技巧。大家记得这些小秘诀一定可以帮助你字体快速的进步哦。首先我们要来看到赤部的部分哦。赤部的部分它是撇画撇画加竖画。第一个撇画下笔的时候，我们会把它的位置推进在比较靠右侧的部分。第二个撇画呢，它推进的位置呢会在更靠左侧一点点。好，这是小诀窍，大家记起来。接着竖画的部分要再更往左侧推，所以它们会在3道不同的线上，而这3道线依次的次序会逐渐的往左边推移。好，这是赤部的部分，大家记得这个小技巧哦。等一下我们在书写的时候也会示范给大家看，如果听不懂，等一下书写的时候可以仔细的观看到底是怎么样进行这些笔画的。接着呢，我们再写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呢，先写一个撇挑，再写一个撇挑，挑画稍微往上，接着我们写了一个短短的点，点画之后呢，我们会写一个撇画，这个撇画我们会刻意的拉长，让它长到大概跟底部差不多，让它去填补这一侧空洞的地方。接着我们写一个横撇之后，我们让那来出头，到底部之后再来一个平平的笔画往右侧继续延伸。好，刚刚讲到赤部的书写带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技巧，这个技巧就是赤部的书写本身会有3个阶段的推移。第一个撇画往下，第二个撇画再往左一点，第3个竖画再往左侧继续推。好，完成了这个部分之后，我们要写撇挑，可以稍微上挑一点，接着再写撇挑，往上勾，再点。撇挑这个部分呢，刚刚忘了跟大家说明一个重点，就是说我们撇挑的部分呢，空间要尽量抓均等，做到撇部分的均间，我们叫做撇均间。均间的意思就是空间均等，把空间平均分配的这个概念非常的重要哦。如果你对这个均间的概念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回头去看一下君令之前拍的影片。接着我们再写竖撇，竖撇这一画让它长长的往下撇，接着再写横撇，接着那出头往右侧延伸之后平平拉出。好，我们要注意一个部分哦，刚刚君令有强调均间的概念，在撇画的部分我们讲到了撇均间，撇均间，撇均间。在空间的切割的部分，我们也尽量让每一个地方的空间看起来大致均等，这样的处理之下，我们的字体就会比较匀称，看起来也会比较好看哦。好，
那这是次部第一个应用，我们用后来跟大家解释。接着我们想用下一个字叫做复，复这个字跟后这个字有一些异曲同工的地方。首先撇画的部分，大家记得了小技巧了吗？撇画第一笔下笔，第二笔的笔画要比第一笔的下笔再往左侧推一点，我们就刻意做点推移。接着我们再做竖画往下的部分。好，3个空间的推移记起来咯。接着我们再写撇横，我要写的是复这个字。好，然后我们再写竖横折横，在这个部分大家要记得刚刚带给你们的观念，就是笔画要均间，所以这边的呈现我们要让笔画之间均等的分配空间哦。接着我们再写一个竖撇，刚刚的观念现在就可以应用过来咯。竖撇的部分把竖撇撇长，撇到底，接着我们再写横撇，再写捺。好，今天选择这2个字来教导大家，是因为这2个字有一些类似的部分，它的部件的组合，次部的部分是相似的，然后这边下面的部分也是相似的，所以我们就可以来变化这2个部分，帮我们去练习类似部件的字哦。君宁觉得用这样子来学习写字是最快最有效率的，我们可以透过相同部件的拼凑，应用类似的原则，快速的增加自己学习字体的质量以及学习字体的成效哦。经常会有一些频道的朋友好奇，君宁在练字的时候使用的是什么牌子的笔呀？我会把笔的品牌跟参考连结放在下方的留言栏，同时也会有一些写字用品的清单，大家可以参考看看。接着来考考大家一个字，义这个字，如果是你会怎么书写义这个字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义这个字，我刻意用标楷体的书写方式去写它，你看得出它在架构上还可以怎么调整吗？根据君宁前段的影片告诉大家的小秘诀，你看出来了吗？首先我们来调整赤部的地方，赤部的地方我们可以做一些改变。第一笔在这里，所以第二笔应该往内延伸。第二笔往内延伸之后，我们的竖画要再更向左侧推移。好，这是首先第一个赤部的修改。第二个部分呢，我们要再看竖撇的部分。竖撇的部分呢，我们可以让它再稍微更直一点，这样在书写上面就比较不会有那种弯弯翘翘的感觉。横画让它略微上扬，接着竖折的部分可以让它再稍微提高一点。接下来来看一下右这个部件的部分，我们可以把横画往上之后，撇画拉出。接着捺画的部分呢，可以把捺再稍微往外延伸，这样子主笔就更加的明显了。好，那我们到旁边来调整一下义字怎么写，让大家看看赤部的地方，依旧使用我之前告诉大家的秘诀，让赤部调整成为这个样子。接着我们看竖撇的部分，好，横折往上，这样子的一个安排会让它有一个横画微上扬的感觉。好，接着来看横撇的部分，沿着这样子微上扬的线条下一个横撇。横撇这个地方呢，我们要让它稍微有一点圆弧状，感觉就像一个披萨被切分的这一个部分的圆弧的感觉。接着呢，我们要写捺画往右侧延伸，之后慢慢的平送出去。我们来稍微比较一下，右侧的义跟左侧的义比较出来，它的感受上有大大的不同吗？这边的这个字是标楷体的写法，写出来的感觉就是比较生硬呆板。
现在我们加入了硬笔字的技巧跟方法，你有没有发现右侧的意在字体的感受上呈现出来的样子就有硬笔书法的感觉了？我们应用一些写字上面的小技巧，就可以快速的提升自己写字的能力。这些方法真的很有用，很推荐你能够在日常生活的写字中加以练习哦。之前在军令的影片中，总会有一些人留言，希望军令开头的话能够少讲一点，就是嫌我废话太多啦。其实那只是对大家的一些小小叮咛，希望透过一些叮咛，能够带给大家在写字的路上更有信心的往前走。现在都已经教到最后了，给我一点时间跟大家说说话吧。你为这则影片按赞了吗？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对你带来帮助。如果对你带来一点帮助，是不是可以给我一点鼓励呢？替我按个赞，把这个频道的影片推荐出去，希望能够陪伴你在写字的路上点点滴滴的进步。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如果希望军令继续拍下去，继续无私的分享给大家，记得按赞、订阅、分享这则影片，开启你的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最新影片的通知哦。拜拜，我们下次见。